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这几天加密货币又跌了啊，果然如我预判的一样啊，就是那个铺垫了好几个月的加息50个基点，是人们都知道、都期盼的大利好。然后呢，这么大的利好，币圈仅仅是加息50个基点刚公布出来，维持了不到2-3个小时的上涨啊，就迅速的跌了下来。那这个节奏是不是和面具人我之前的几期节目的预判是一样的呢？我说，这个加息就算只加50个基点，算是个利好，但是也带不动盘面的，最多呢就是一个小上涨一下，该跌的还是会给你跌下来的。为啥？因为现在整个币圈是不健康的，外部没人进场，而且币圈的信誉度也越来越差，币圈自己呢又没有产业和造血能力，纯的就是庞氏金融啊。但是庞氏的话，你看比特币现在高位套牢的人那么多，这种泡沫是没有办法消的，那怎么办呢？只能往下砸啊！你不像原来比特币玩的人少，所以呢它跌下去了还能再涨起来。现在比特币的基本盘面是很大的了，已经套了很多资金了，那这个泡沫你觉得是谁来接盘谁来消比较好呢？那怎么办？不管是机构庄家还是个人想要操作比特币，他想赚钱他只能去往下看啊，他不可能说再给你拉多高了，明白没？其实面具人我说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很普遍的现象，大家也可以都去观察一下，那就是你们去看很多币一砸下来就涨不起来了。那为啥很多币一砸下来就涨不起来呢？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简单的数学题，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嘛。打开那些交易所的 K 线软件或者 CoinMarketGraph， 你们去看一看，这3年来99%的加密货币只要跌下来，它只能是越跌越低，越跌越低，一个波段比一个波段低，它涨不上去了包括以太坊和比特币，最近这1-2年的走势也是一浪比一浪低，对不对？那为啥呢？为啥？因为啥东西都有个度，都有个极值。你不要说以前比特币跌下去了，不照样涨回来？很简单呀，以前的受众人群少呀。你比如，只有几千个人玩比特币，那几千个人人口基数扩大个10倍、100倍从几千人变到几百万人，那也是很简单的，对不对那你从几千个人，你哪怕就是跌归零了，你人口基数扩大到了100万了，它当然是能涨好多倍了，对不对？但是你再从100万往1个亿去扩张呢，就难得很了，是不是？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你从10块钱挣到100块钱，这是10倍，难不难？不难吧？你哪怕就是捡酒瓶子、卖破烂、卖纸盒子，你也能卖到个100块钱。甚至你就是给餐馆洗个碗2个小时、3个小时，半天你也能赚到100块钱，不难吧？那我再问你一下，你从100万挣到1个亿难不难？那就难得很了吧？是不是倍率是一样的，但是呢，难度它是随着你越往这个数字扩大，基数越大而越来越难的，它是呈几何倍数上升的。就好比说你从1毛钱挣到1块钱，难不难？不难吧？但是你要从1块钱挣到100块钱呢？从1万块钱挣到100万呢？这不就难度出来了吗？而且你们要看一下区块链行业它必然还是要持续发展的，继续发展的。行业发展呢，就必然会百花齐放，优胜劣汰。那你们还指望资金就会只能集中在目前的这几个项目吗？那谁来掏钱拉盘给你解套呢？比特币在3万、4万、5万、6万套了好多人，现在砸到1万多了，然后呢？然后别人掏钱给你拉起来，让你解套。你咋想的那么美呢？而且比特币的名气有了，在高位的时候套牢的人的基数太大了，谁拿这个钱给他们解套？是不是？
啊，你不管是散户还是机构啊，说实话，目前的这种环境啊，干啥都比炒币好。昨天还有些五毛喷我啊，哎，说我昨天唱涨了，前天唱涨了，哎，你们去看一下我前天、昨天的节目的标题啊。面具人，我这人有个毛病啊，我有时候起标题，我就是喜欢和我讲的内容反着写，所以呢，很多只看标题不看内容的小伙伴们可能要哭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很多人啊，他在搜索视频的时候，搜索讯息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搜自己想要的结果。比如说，哎，他希望这2天能涨，或者是他觉得这2天能涨，他就会去搜，哎，很多有可能跟上涨、跟什么牛龟速回有关的视频。那刚好面具人我就把标题写了，哎，牛龟了，速回了，上涨了。那这些人他们本来觉得涨了啊，这个想梭哈了，是不是一看到面具人我的视频跟他的频率是一样的，跟他的想法和这种暗示是一样的，然后点开了一看，哎，我对市场的真实分析其实是接下来风险很大，干啥都比炒币好啊，还是小心谨慎，或者最好别买。那这些人是不是看到我视频本来想梭哈的，到最后呢不梭哈了，不买了？那我这是不是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我前天在节目末尾，包括我这几天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就是，你有几千 U 几万 U， 你有这么多钱，你干啥都比你炒币好。比如你开个店，或者是存银行买理财拿利息，都比你炒币动不动了今儿跌10几个点，明儿归零了腰斩了，都比你冒这么大的风险要好得多。来，这几天有收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打个1，给我做一下证啊，看看我是不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给你们这么强调避险避险。包括我今年年初我都已经说过了，这一年呀除了有一些稳妥的早期项目，哎，你可以尝试的去投一投，否则呢，大部分情况下你还是保留现金，现金为王。我每一次都在节目末尾会给大家总结我对接下来行情的判断，以及我觉得怎么样操作，或者说是干脆就不要操作，才能避险，是吧？所以呢，各位观众，你们每一次一定要把我的节目仔细听完，我会在节目当中说很多的重要的关键点，至少都能保证你不冒风险。那当然了，有商机能让你赚钱了更好，是不是？我经常会在节目里面分享商机的啊。那至于有些人只看标题，那我就没办法说了啊。目前呢，市面上又出现了一些危险信号，今天我们就要来着重的讲一下这个事情。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大家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先来说一下灰度 DCG 啊，目前看来灰度一路奔向死亡啊。现在 DCG 的投资组合资产全线下跌，你们看这个图吗？ DCG 在大量的抛售自己的币来套现，那他套现干啥呢？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灰度呀 Genesis 呀。之前面具人我也给大家说过了，灰度面临的情况很尴尬，横也是一刀，竖也是一刀。他不救 Genesis 爆雷了，那短期的话，他因为不救 Genesis， 先不花那么多钱，他可能还可以再续命一段时间，但是他也会因为旗下的子公司爆雷，牵扯到很多法律问题，追偿呀、诉讼呀，最后也会把他拖死。而且市场如果短期不好转，他还是个死。可是你说 DCG 他要是救 Genesis 的话，就像他现在做的一样啊，他现在就去卖币套现去救他的 Genesis。但是现在市场恐慌情绪已经开始了呀，用户们都在排队的取钱呀、挤兑呀，而且美联储又加息了，这一记重锤砸下来，资金成本更高了，你融资的难度更大了，那咋办？
对不对？而且你灰度，你 DCG 你是金融公司呀，你不是产业公司呀，你没有啥家财能变卖的呀。你的经济、你的利润、你的运营，全部都是靠新鲜资金来维持的。你没新的融资、新鲜血液进来，你能有多少钱去救你的子公司呢？这些钱，别人把你提、把你挤兑，你迟早还是个死。所以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金融公司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和颓势的话，除非说有巨大的外部力量相救，否则呢，它肯定是个死啊。同样呢，币安现在啊也出现资金问题了啊，就在这1半个月啊，币安已经流出了100多亿美元了。确切的来说，应该是1周到2周之内，币安就流失了将近150亿美元，而且币安的这个流出和恐慌还在持续。前几天虽然币安被习近平强力的充值了600亿美元币安把自己的这个总资产晒出来看了啊，你们看我币安还有600亿美元，那你有600亿美元又咋了嘛？你能顶得住啊？你现在玩的这个庞氏泡沫不破吗？你能顶得住？别人存到你这儿的钱全部都取走吗？啊，短短的1、2个礼拜就提走了将近150亿美元，现在币安只剩500亿左右了啊。而且这个值这个钱还在减少，所以这个猛烈的现象就引发了面具人我的一个遐想那就是就算习近平再猛，习近平再有钱，习近平你再给力的出手救币安，你能把币安救到什么程度呀？而且习近平他同时要兼顾币安、火币、欧易。今天欧易也暂停提款了而且看起来问题很严重这个网上都不让说这个事情。现在共产党出动了大量的网军来维稳嘞。你在推特上你搜欧易你只能搜到什么黄片呀、赌博呀啥的，你根本就搜不到欧易不让提款的这个信息，他直接就把你这个关键词给刷下去了面具人我早就说过了嘛，什么欧易、火币、币安他们3个都是一块的，都是用的红钱，共产党的钱。如果说共产党先把钱挪过来救你币安了，那必然会导致另外2个交易所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因为习近平他就算再有钱几百亿、几千亿美金，那也是需要时间来周转的嘛。而且现在国库都空虚了，对不对？割韭菜现在也割不上来了中国人现在说实话一个比一个经济状况要差你想想嘛，在江湖时期中国人挣钱多容易，在习近平时期中国人挣钱又能有多容易吗？是不是？现在赵长鹏虽说是被习近平罩着保着，但是我觉得咋说呢，前途堪忧如果真的就像我上期节目说的一样，美国就是要搞死你币安，那你币安一定是不死也残废了，以后呢肯定是当不了一个大的主流交易所了你最多就是不死透你还是可以游离于美国监管之外，在咱们华人圈子里面在咱们这些灰色圈子里面有一席之地。不过呢也就仅限如此了而且美国硬要把你挤爆的话，你的这些负面新闻会导致你长期被人家拿住把柄，你就是起不来了现在赵长鹏手里面确实非常紧。美国 CNBC 的记者这2天采访赵长鹏了，人家就问赵长鹏 FTX 的崩溃的这个事儿说你赵长鹏之前也是股东，那现在 FTX 要清算，可你之前从 FTX 那里就拿了21亿的美元，应该是要赔付给受害人的，那你能拿得出来吗？你愿意把这个钱赔付给受害人吗？那这个问题赵长鹏都不敢接话，直接就让老外给鄙视了。赵长鹏把这个话给推脱了，说你去问律师去，你别问我。老外直接就无语了。其实我跟你说一个公司他要清算的话，赵长鹏是应该把这个钱拿出来的。具体的衡量标准就是说，你之前的公司
给你分的这个钱是不是从客户那儿来的，而且你公司在给你分这钱之前有没有债务，如果有的话，你这个钱理应是要优先抵充债务的，明白了吧？而且这个主持人啊，还问了赵长鹏好多问题，这个采访整体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啊。其中还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就是问你赵长鹏，哎，你币安为啥不做财务审计呢？你天天说你这个财务没问题，你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啊，你多有钱，那你可以做一个财务审计嘛，对吧？你这审计一出来了以后，一切都证明了，不需要你再吹了吗？赵长鹏的回答是，那些审计公司不懂加密货币，我们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啊，我们也不是这样进行的，所以呢，这个审计对我们来说不适用。然后主持人就反问他了，为啥人家 Coinbase 就审计了呢？你为啥就审计不了呢？ Coinbase 也是加密货币交易所呀，你币安难道不是加密货币交易所吗？然后赵长鹏又说不上话来了，不占理嘛，对不对？不在理。其实面具人，我仔细回顾了一下币安的战狼事件发生到现在啊，引发了我很多的感慨，那就是咱们中国人啊，总是喜欢做一些极端的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总是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老实说啊，你看币安它已经占据了整个加密货币70%的市场份额了。交易所里面赚的钱70%的市场都是让你拿走了，你已经很赚钱了，占了大半壁江山了，还有啥不知足的吗？差不多就得了嘛，这还不是差不多，这是不差多，明白了没？赵长鹏难道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吗？他非要做皇帝。你们可以回顾一下啊，看赵长鹏刚把 FTX 搞倒的那几天，赵长鹏和他那个村姑女腿子啊，那几天狂的，我操，是狂的没有边儿了。今天点名 Bybit， 明天敲打一下 CRO， 后天再质疑一下 Coinbase 是不是没钱了。他那几天啊，是天天都要把一些交易所、把一些同行晒出来鞭尸，拉出来揍一顿，拽得很，那真的就是有帝王风范，定于一尊。然后呢，现在引起公愤了，现在是个人都要干他了所有的这个当年被他欺负过的，几乎都要找他秋后算账，要清算他难道你们算一下，这一次赵长鹏被围攻，不是他自己自找的吗？现在 Coinbase 带头CRO 也在起头，包括很多美国的资本家、商业家、媒体都在质疑你币安，质疑你赵长鹏。就咱们华人被币安割了，还要跪舔赵长鹏无条件的去舔赵长鹏的狗腿子屁眼儿面具人，我昨天还在社区里面发了一个投票，我就奇怪了，这些很多中国人你干啥不好，你非要做一个舔屁眼的狗堂堂正正的一个人挺起腰板做人不行吗？你非要当狗腿子，当舔狗凭自己本事不行吗？你就觉得你舔一下老大哥，老大哥就能给你分点肉分点屎吃拉你一把那像你这种有你这种狗屎废物思想的人太多了，明白没？都想走个后门都想让别人给你拉你一把通过舔屁眼就能换来千秋大业，通过舔屁眼就能换来一个好的职位，好的未来前程，光明前途。我都不知道中国人这个脑子这个逻辑是从哪儿来的你想要成功，你不通过自己的努力锻炼自己的能力你就想通过舔屁眼来成功，拍马屁溜须来成功。我就觉得奇怪了中国人的这个脑子里就没有良性逻辑这一说你看看最近这个疫情爆发很多中国人你恨不得把药店给搬空了把所有的药都买走，让别人没药买，然后你把药囤起来，再高价的卖给别人，赚这种人命钱，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其实你们如果说有在国外生活过时间比较长的观众啊，你可以给我留言作证一下，你看我说的就是我接下来说的这个情况啊，是不是属实啊？就是外国公司里面啊，很多外国公司会招中国人，而且一开始还招的不少，招上个5、6个、7、8个，那都是很正常的。可是你看啊，在外国公司里面啊，一开始会有几个中国人，但是到了最后，一般来说只能留下来1个到2个，倒也不是说是公司不要他了啊，具体的原因是为啥？我相信你们也懂。中国人啊，你不管是到哪儿都要斗啊，跟亲戚斗，跟朋友斗，跟兄弟斗，跟同事斗，跟村友斗，啊，只要你认识的人，你都要比，都要斗。在公司上班和公司斗，打小报告整别人啊。在学校里面和同学斗，告状，耍阴招，是不是？哎，亲戚之间互相攀比，不服了就整，是吧？啊，中国人内斗是很出名的，在国外也是很出名的啊。你在国外公司里面一开始有几个中国人，但是过不了多久就会只剩下1、2个中国人，因为斗的就只剩下1、2个人了啊。所有人都想的是把别人排挤掉。剩下的这些资源就都是我的了，他从来不想着，哎，我们一块儿合作把蛋糕做大，我们来找更多的资源，这样大家都有更多的资源。他不这么想，他想的是，哦，你分我1杯羹了，我要干掉你，哪怕就是说这一碗面我吃80%了，我也不愿意让你再吃20%，懂了没？这也就是为啥你看印度人、非洲人，人家在哪儿就团结得很。人家就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咱们中国人走到哪儿啊，哎，出了名的就是内斗。中国人出了名的就是互斗互害。哎，你别说老外不知道，老外为啥瞧不起咱呢？啊，一个个跟个战狼一样，不讲逻辑，没有同情心。今天斗这个了，明天咬那个了啊！你跟世界文明你还离得差得远着呢。很多人都是见不得别人好，然后就使坏。很多人都是哎。你明明斗别人，你自己也会受损，但是呢，你就是要整，你就是要斗啊！我可以过得不好，但我就是要你跟我也一样过得不好。我活得越差，我也要拉上你垫背。他们这些人啊，根本就想不通啊！哎，我周围的人都过得好了，都有钱了，那我也能蹭一点，是不是啊？面具人，我这个人，我就希望我周围的人都有钱，都发大财。啊，等他们都成了100万富翁、1000万富翁、亿万富翁了，哪怕就是哪一天我破产了，我混得不好了，我还能问他们借点钱续命，是不是？那如果说，哎，我天天巴不得我周围人的人过得比我好啊，我见不得别人好，我天天巴不得他们活得比我还要差，活得一个比一个烂，那到最后我是害了自己呀！啊，万一我有难了，我需要别人帮助了，哎，我问问我周围的这些烂伙计，哎。我想问他借钱，哎呀，兄弟啊，我还想问你借钱呢，我最近也没钱用了。你说中国人这个巴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好的逻辑，对不对？正常不正常？不符合逻辑呀！而且动不动还要斗争、互整、互害啊！见谁能力比你强了，工作做得比你好了，学习学得比你好了，哎，你不想这是你自己努力，你做得更好。而是通过一些贱手段、阴手段啊，把人家拉下马啊！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人啊，他去使坏，他把别人干了，他自己难道就不用承担后果吗？啊！你就像币安狂成啥了？今天点名这个，明天点名那个，今天拉这个出来吊打一顿，明天又骂那个啊！就他最牛逼，是不是？结果呢？他做的这些事情，他不用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吗？啊，你就像习近平，天天搞什么战狼外交，在英国大使馆把人家打了，把人家打了以后呢，哎，那不就是你的这些外交官马上面临刑事调查嘛，然后灰头土脸的跑回国内了嘛，对不对？啊，你习近平天天整老百姓封在家里面，把门焊死，不让出来，不让出来咋了吗？死的反正不是你习近平嘛，死的是老百姓嘛，是吧？啊，天天斗这个斗那个啊，你真的就是说天天斗这个斗那个，
哎，你如果说你有习近平那个权利，你有14亿人给你当子弹当炮灰打，你可能能一直斗下去，能斗很长时间，你都不受损，受损的反正是韭菜嘛。但是咱普通老百姓不是皇帝呀，你就算赵长鹏他当币圈的皇帝，他这个龙椅做了还没到1个月呢，就被群起而攻之了，马上自己也不行了自己你没看他现在都神神经经的讲话都讲不顺了，心理压力大了再没之前刚登基当皇帝的时候那种牛逼劲儿了，今天锤那个，明天点名这个了我就觉得为啥这些人不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做更好的事情，非要斗来斗去，你干我，我干你中国人不想这个，中国人想的就是我他妈就算过得不好，我可以过得不好，我也要用我过得不好让你过得更不好。我可以过得不好，我宁可过得不好，我也不能让你过得好。但凡是中国人有一点良性思维逻辑他还能一遍又一遍的文革。中国人几千年一直在这种苦难中循环现在都是文明社会了，互联网社会了，资讯发达社会了但是面具人我就是想不通，为啥中国人就喜欢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就喜欢自取灭亡？有没有人能给我解释一下？是不是中国人脑子里面都装了啥机关了？有没有高人能给面具人我留言解答一下